为什么没人能够取代英伟达？如果今天 AMD 突然发布一块芯片，性能和英伟达一样强，价格比英伟达更便宜，这些 AI 巨头会不会立刻换掉英伟达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当然会，但现实可能恰恰相反。为什么 OpenAI、Google、Meta、Anthropic 这些 AI 巨头几乎都在使用英伟达的芯片，甚至很多时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，还要排队？我想先讲一个历史故事。19世纪末，美国铁路开始高速发展，很多投资人都在研究哪家铁路公司会成为赢家。但后来他们发现一个现象，铁路公司会竞争，会倒闭，但有一类公司却一直赚钱，那就是卖钢铁的公司。因为不管哪家铁路公司获胜，都需要钢轨。换句话说，买钢铁的人不需要猜谁会赢，因为所有人都会成为他的客户。今天的英伟达其实就有一点类似的味道。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，今天 OpenAI 领先一点，明天谷歌追上来，后天又可能出现新的挑战者，但英伟达的位置却相对稳定，因为无论谁赢，训练模型都需要算力，而算力背后就离不开 GPU。 这其实和我们之前讲的淘金热逻辑非常相似，赛场上的选手会换，淘金者会换，矿区会换，但卖铲子的人会一直都有生意。如果今天 AMD 突然发布一块芯片，性能和英伟达一样强，价格比英伟达更便宜，你觉得 OpenAI、Google、Meta 这些公司会不会立刻换掉英伟达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当然会，毕竟性能一样，价格更低，为什么不换？但现实可能恰恰相反，因为很多业内人士认为，英伟达最难被取代的地方不是芯片，而是生态。那么这个生态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依然没有人能够轻易复制？英伟达最难被取代的地方根本不是芯片，而是 CUDA。 大多数普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甚至很多人第一次听说 CUDA 还是因为最近2年英伟达股票大涨。那么 CUDA 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它能成为英伟达最重要的护城河？今天我们不讲技术，我们只讲一个商业世界反复出现的规律。我们先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哈，假设你搬到一个陌生城市，这个城市有2套交通系统，第一套已经运行了20多年，地铁、公交、高速公路全部连在一起，商场、学校、医院、写字楼都围绕这个系统建设。第二套系统是新建的，设备更新，速度也不错，甚至某些地方比第一套系统更先进。但问题来了，如果你的朋友、同事、客户和家人全部都在第一套系统里生活，你会轻易搬到第二套系统里面去吗？大概率不会，因为真正麻烦的不是搬家，而是搬家之后带来的所有改变。这背后其实就是生态的力量。很多人以为英伟达卖的是芯片，如果把英伟达理解成一家芯片公司，其实有点低估它了。但真正厉害的是建立在芯片之上的整套生态系统，从 CUDA 平台到开发工具，再到 AI 框架、工程师社区、大学课程，以及无数企业正在使用的软件系统，它们一层一层叠加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英伟达生态。原来 GPU 只是地基，真正的护城河是整栋大楼。因为要想挑战英伟达，不只是重新造一块芯片，而是要全部重新建立一次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不是不能换芯片，而是不愿意承担切换生态的成本。很多人以为科技行业最重要的是产品，但历史反复证明，真正难复制的往往是生态。我这样来举2个例子吧。微信大家都用吧？微信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是聊天吗？其实不是，聊天软件很多，微信最厉害的地方，而是你的朋友、家人、客户也在微信。当所有重要关系和你的习惯已经建立在同一个平台上的时候，即使出现新的聊天软件，大多数人也不愿意轻易离开，因为迁移的成本太高了。苹果也是一样，
很多人购买 iPhone 并不仅仅是因为手机本身，而是因为整个苹果生态。当你的照片、资料、APP、iPad、Mac 电脑都已经连在一起的时候，离开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，自然大家就不愿意再换到其他的手机公司。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当一个生态足够庞大的时候，真正锁住用户的往往已经不是产品本身，而是整个系统。CUDA 也是如此。今天很多公司并不是不能换芯片，而是不愿意承担切换生态的成本。因为一旦更换平台，很多软件需要重新开发，工具需要重新适配，工程师需要重新学习，很多工作流程也需要重新建立。这些成本远远超过买几块芯片的钱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业内人士认为，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不是 GPU， 而是 CUDA 生态。很多人以为 AI 时代最重要的是硬件，但从历史来看，硬件最终都会出现竞争对手，真正难复制的反而是生态。我们大家了解的 Windows、苹果、微信也都是同样的道理， NVIDIA 也是如此。黄仁勋在1993年创办英伟达的时候，是一家原本给游戏玩家生产显卡的公司，根本没有人讨论人工智能。那时候大家讨论的是游戏、图形处理、3D 渲染，而显卡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同时处理大量计算任务。后来研究人员发现，这种能力不仅可以用来渲染游戏画面，还特别适合训练人工智能。于是一个原本服务于游戏行业的产品，意外成为了 AI 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。CUDA 最早发布是2006年。如果回头看 NVIDIA 过去20多年的生态建设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很多人以为 NVIDIA 是在 AI 爆发之后才成功的，其实不是。当大家还在讨论游戏显卡的时候，英伟达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态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里都会有点意外，一个软件平台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答案是非常重要。因为过去20多年里，全世界无数大学、研究机构和科技公司都在使用 CUDA 开发软件，越来越多工程师学习 CUDA，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是围绕 CUDA 建立自己的系统。慢慢的，这个生态就形成了。当大家开始关注 AI 芯片的时候，英伟达已经拥有了大量开发者。而当 ChatGPT 在2022年突然爆发的时候，整个 AI 行业才发现，原来自己早已经建立在 NVIDIA 的生态之上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很多公司都在努力挑战英伟达。但真正困难的地方从来不是造出一块芯片，而是重建一个花了20多年才形成的生态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别人也能做芯片， AMD 能做， Intel 也能做， Google 也有自己的芯片，为什么偏偏是英伟达？原因并不仅仅是芯片本身，英伟达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提前20多年建立起了一整套生态系统。很多人以为英伟达卖的是芯片，事实上它卖的是一个整个行业都已经习惯使用的系统，这才是真正的护城河。当越来越多开发者、软件和企业都围绕同一个生态运转的时候，后来者想挑战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投资人认为 AI 时代最大的赢家之一未必是创造 AI 的人，而是那些给所有 AI 公司提供基础设施的人。当然，这种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吗？历史告诉我们，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永远领先。IBM 曾经统治计算机时代，微软曾经统治 PC 时代，今天英伟达站在 AI 时代的中心。未来当然也可能会出现新的挑战者， AMD 在追赶， Google 在研发自己的芯片，亚马逊和微软也在布局自己的算力体系。因为所有科技巨头都明白一件事，如果未来 AI 成为新的基础设施，那么没有人愿意永远依赖另一家公司。所以未来10年，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场围绕芯片和算力展开的新竞争。最后，我想把这个故事拉回到普通人身上，因为我觉得CUDA最值得学习的地方，其实不是技术，
而是一种长期主义思维。大多数人喜欢追逐风口，哪里热就去哪里，但真正厉害的人往往会做另一件事，他们会在风口到来之前提前建设自己的生态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这叫生态系统；对于个人来说，那就是你的人脉、专业能力、信誉、内容、客户关系，本质上都是你自己的生态。短期来看，产品决定你能不能进入市场；长期来看，生态决定别人能不能离开你。而这可能才是英伟达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。我是露西，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不要忘了订阅点赞。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讨论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